以色列嘲笑川普是膽小鬼哦，尤其納坦雅胡還嗆說沒有停火這一回事，休想停火。川普是全輸了嗎？打不贏，現在伊朗還要規定在荷姆茲海峽要付費，讓海灣國家的人痛批川普到底在搞些什麼事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趕快來看到哦，這個美伊戰爭的這一場戰火，川普他現在看起來是勸不動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伊朗完全不受他的威脅，再來就是他的盟友叫他進攻，這些盟友也不動作，甚至連以色列哦，是不是都不把川普的話當成一回事了呢？好，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川普为了怕美伊的停火會破局，他已經要求了說，納坦雅胡他不是在9號的時候攻擊黎巴嫩嗎？他要求納坦雅胡啊，你在軍事行動上面要低調一點。那接下來納坦雅胡怎麼反應呢？他完全看起來是不給川普任何面子的，拒絕停火。他雖然說好了，我會跟黎巴嫩談，但是確實到現在還是持續的邊做攻擊。也就是說，納坦雅胡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邊打邊談。川普要他低調，他完全沒有低調。好，再來持續看到的是更尷尬的事情，是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直接在這個社群上面發文，還敢嗆川普，說川普你看起來像一隻鴨子。自嘲他是個膽小鬼哦，可見呢，我們看到這些官員對於這個美國啊是完全的不放在眼裡的。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張將軍了，為何以色列他拒絕聽川普的停火要求？難道以色列也認為川普會塌口，所以現在強硬起來嗎？張將軍怎麼看？我認為以色列考慮到3個因素，第一個就是說，黎南地區啊，他想要加沙化，把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，以色列把它占下來，然後變成緩衝區。然後可能將來屯墾移民，將來會不會佔領類似在葛蘭高地一樣？因為葛蘭高地1800平方公里啊，就是以色列這樣子從敘利亞撈過來了，那是不是也要複製這個葛蘭高地，複製加沙走廊，這樣先占屯墾移民，然後佔領？因為以色列它國土面積非常小，22000平方公里，大概就台灣的2/3，所以他要的是這個生存的反生的供應。他占下來了，你叫他停火，現在要叫他還回去嗎？所以我認為第一個因素，他現在作戰節奏，以色列也掌握了對黎巴嫩真主黨這方面的攻擊，攻勢作戰地面上，以色列因為以色列這個地面戰很厲害啊，直接出境往北邊一壓過去就把黎南占了，是這個樣。我認為這是第一個因素。第二個因素啊，我認為是個人因素，就納坦雅胡的問題，他要繼續玩下去。為什麼？戰爭繼續玩嘛，加沙走廊玩，黎南地區玩伊朗，這玩下去之後他的個人的弊案就不會接受調查，因為在戰爭國家處於戰爭狀態，根本沒辦法選舉，也沒辦法啟動司法調查，這樣子，納坦雅胡就可以在戰爭的保護傘下面，他繼續領導以色列繼續作戰。所以納坦雅胡個人的因素嘛，他要想到這些啊。那一旦這個戰爭平息了，那開始他接受司法調查，他面臨的是這種一連貫的司法的壓力，他就面對了。那就不一樣了，態勢轉換了，本來是自己主動權了，他現在是被調查了，那只有收拾到這些。我認為個人因素非常的大。第3個，我認為啊，他這一次啊，對伊朗動手，對黎巴嫩，他成功的，大家有成功的地方，就是把川普美國拖下水了，好不容易拖下水，等到下一次以色列要發動對伊朗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黎南地區動火，美國會不會再支持啊？對，美國會不會跟一起動啊？未必哦。這一次好不容易拖下水的，好好玩一把，因為美國還沒有抽身啊，還在對伊朗這邊有動作。那我這時候為什麼不是這個勢如破竹一路推下去，繼續玩下去，讓美國玩這一把還沒有玩完？所以啊，這個川普想要停手，但是納坦雅胡不想停手，美國只好被牽着鼻子繼續玩下去。對，現在以色列等於牽着美國的鼻子，而且還罵這個川普，他說看起來像一隻鴨子，就是很孬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實罵川普的還不只是以色列而已。現在川普面臨的壓力還有來自於天主教的教宗，這是來自於比較道德方面跟精神層次的一個指責。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，這個天主教宗梁14次，我們知道嘛，他已經多次的公開批評川普，他說摧毀威脅伊朗的文明令他無法接受。
那其實呢，這位梁14世他在正式的當選教宗之前，也過去曾經批評過川普對移民是極度不尊重的，尤其是針對於這一次 F-15E 的這個飛行員不是被救了嗎？川普說這個叫做復活節奇蹟，但是教宗批他說這個叫做耶穌帶來的是和平而非戰爭啊，覺得川普只會自己滿足自己的私欲哦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們來看到戰爭部的官員早在今年1月份哦，就已經針對這個天主教想要做一些整頓嗎？因為他在1月份召見了這些教廷駐華府的大使，對他們嚴厲訓話，而且跟他們說呢，你別管這麼多了，接下來我們擁有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軍事力量，你梁14世最好站在美國這一方啊。那有一位官員也搬出了當時的一個歷史案例，這個是亞維農教廷14世紀法國國王扶植對立教宗來對抗羅馬的故事。川普更狠了，你看畫面上這張照片是 AI 生成的，他特別說呢，發布了這一張扮成教宗的 AI 圖片，好像就是說他要另立教宗嗎？這畫面一出，當然了，這個被批是這個對於這個教宗大不敬等等有各種的批評，岳老師怎麼看？我自己是魯文天主教大學畢業的，我的博士在裡面。我们学校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。我跟大家介紹一下，什麼這個字念 Avignon Papacy 啊，意思就是在歷史中稱之為大分裂，意思呢那時候冒出來3個教宗。啊，那其中的話呢，在阿維紐的話是現在的法國，我去過這個地方，是法國國王的話呢，要想不聽教宗的話，自己自立一個教宗，意思就是跟羅馬分庭抗禮了。那這個情況，我覺得川普這個人的話呢，他被以色列講無能啊，是應該的。就以色列的觀點來講，你的無能被我騙就是無能了啊，現在不想跟我打也是無能了。然後另外的話，川普是很無恥的了，他提到錢的事情就很無恥，他到現在大家都會覺得說和談無望的時候，他還想跟伊朗說，我們開個公司來分這個荷姆茲海峽裡面的過路費啊，他這樣子。然後另外他很無知了，他很無知。我們通常來講的話呢，你對於這個文明與宗教要維持一定的尊重的態度了啊。那麼首先講文明的話呢，事前的話呢，這3天前他還講說要把整個伊朗的文明完全消滅掉。那當時的話，在美國引發了軒然大波啊！一個250年的小國家，然後一個這麼無知的，大家聽川普的講話，川普很適合當小學英文老師，你知道，他講的英文非常簡單的啊，都是 it's great, it's great, tremendous 什麼都這種話，對不對？但是他非常無知的情況下，導致出這樣的結果，他會說要摧毀文明。然後現在這個宗教上來講的話呢，他對於伊朗的什葉派的這個宗教，我們剛剛講過，完全沒有尊重的意願。那自己的話呢，每一次在教堂裡面，川普在教堂裡面的照片看了幾張，都是腳打開，手靠在腳上，很無聊的那個樣子，然後手上就拿了幾個美金，等到抖內錢的時候就丟進去啊，其他的完全沒有任何禱告的感覺。那現在的話呢，對於教宗之間，這個梁14世他是美國人吶，他是芝加哥生芝加哥長的美國人吶。真的，他自己人啊，跟他當選的時候，美國人很高興啊，因為美國人本身來講，有很多的愛爾蘭人跟這個波蘭人，他們都是天主教徒嘛，大家不要低估這個世界上有10幾億的天主教徒啊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侮辱教宗呢？這個對於他們來講，就你把他們內衣幹掉的話呢，可能天主教徒沒什麼感覺，但是你搞這張照片出來，要讓大家又想起來，你等於是侮辱他們的宗教信仰。像我們的宗教信仰的話呢，就是孔子啊或者大家有人信關公，你一般來講的話，你很少人把那個孔子扮演的什麼，或者在台灣信媽祖，你不能夠就搞一個很混蛋的人在那邊扮演媽祖什麼，或者扮演孔子，這是一種侮辱嘛。宗教是絕對不能侮辱的。我跟大家強調，你到了西安的回民巷裡頭去的時候，你絕對不能講說點菜，我要來一盤那個爆豬肝吃，那得了，你會挨揍啊，對不對？那人家那個店裡面講清楚，你要有知識，要了解人家可忍不可忍的情況。那川普現在的話，他接觸到人類文明的底線，你說他會得好死嗎？對，好，這個是來自於這個包括了這個天主教啊，整個教宗對於川普表達他的不滿。那其實呢，不只是來自於天主教啊，以色列對於美國的批評。現在其實波灣國家原本是跟美國比較友好的波灣，也在批評美國說，現在呢還要這個荷姆茲海峽被伊朗給剝一層皮，還要收所謂的過路費，以前是不用收的耶。厲將軍怎麼看？當然這場仗哈，這個越打越回去了哈。這個川普很明顯的投機不成失8米，他本來想要控制住伊朗，結果沒想到這場仗打下以後，反而讓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完全落入伊朗的手中哈。那這後果會有多嚴重？因為這邊原來是屬於國際海域，大家都可以通行的。那如果說伊朗這次他開了這個先例之後，
那試問一下，以後土耳其可不可以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？哈，那包括到這個西班牙，它可不可以控制這個直布羅陀海峽？哈，那新加坡可不可以控制馬六甲海峽？大家都有樣學樣，大家都收錢。那對全世界來講事實上會造成國際秩序，由於是金融、能源秩序的一場大混亂。那確實沒錯，現在荷姆茲海峽牢牢掌握在這個伊朗的手上。哈，他怎麼用什麼方式呢？他第一個哈靠近，我們知道這個所謂荷姆茲海峽大概南北兩端，北邊這邊是靠近伊朗，南邊這邊是靠近阿曼。那伊朗現在在靠近阿曼這邊哈布置了水雷，所以逼着所有船只都必須要從北邊來通行。那伊朗來講，從這邊哈，它開闢了2條航道一條是北陸航道，是你要進入這個波斯灣的話，你要從北邊這邊走。那南邊那邊是出來，它給你區分好南北，從這邊分別走。可是不管是南或者是北，這個航路哦，都是很靠近這個伊朗的本土。也就是說，伊朗自己本身可以隨時要對你這個油輪，如果檢查沒有通過的話哈，這個不符合它的規定，或者是說你想說暗闖，它在路上就可以對你發動攻擊。比如說在它路上的火炮射程之內，在無人機那更不用講。所以每只船只經過都要經過它的同意，經過它的審核。那當然，它也可以借這個機會來收取它的通行費。那當然，對全世界各通行商來講，這個尤其是石油航商來講的話，他們當然非常生氣啊。本來我們都可以走好好的，由於你川普打。